揭开双尾蝎的神秘面纱。3发、4发、双发，在我身后就是整个双尾蝎全家福。直击国产大型无人机飞行试验。那么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啊，这个确实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英雄试飞员亲自带飞。动摇，警示起飞。无人机不是靠一个人来飞，无人机是靠一个团队来飞。军迷挑战无人机高空侦察。目标跟踪稳定吗？动了，您这车是不是动了？军迷行天下，本期为您播出，揭秘双尾蝎无人机。2022年11月份，在广东珠海举办的第14届中国航展上，一批国产无人机的集中亮相，让广大军迷大呼过瘾。尤其是在航展飞行表演中，一款大型无人机的压轴亮相，更是吸引了无数军迷的目光。论的双尾蝎啊，那么应该来说也是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个网红的无人机型号。不少军迷首先被这款名为双尾蝎的无人机充满科技感的外形所吸引，而参加珠海航展的军事专家则普遍看好双尾蝎在反恐、远程巡航、应急通讯、抢险救灾等领域的应用前景。为了揭开双尾蝎无人机的神秘面纱，了解它真实的实力，资深军迷白梦辰赶往四川，准备一探这个无人机家族的大本营。2022年的珠海航展上，腾顿科创的双尾蝎无人机让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今天我们来到了四川，来到了腾顿科创的总装车间，等一下会有一位重量级的神秘嘉宾带我们全面的了解腾顿科创的产品，我们去看一下。四川腾顿科创是国内一家年轻的民营飞行器研发制造企业，主要从事大型无人机的研发、制造、试验、试飞、运营等业务。双尾蝎无人机系列就是这家公司的王牌机型。3发、4发、双发，在我身后就是整个双尾蝎全家福。这家2016年才成立的企业，2017年就完成了第一款双发大型无人机的首飞。随后短短几年的时间，双尾蝎系列已由原来单一的双发型号发展到3发、4发等多种型号，整个双尾蝎家族快速发展壮大。在总装车间里，军迷白梦辰见到了双尾蝎系列无人机的试飞顾问，也就是本期节目的神秘嘉宾。李老师，白老师您好。哎呀，航展上见到咱们和咱的飞机啊，今天又到您这儿来打扰您。是啊，对，再次见到您很高兴。李中华，81勋章获得者，英雄试飞员。对于广大军迷来说，他的名字早已是如雷贯耳。从军34年，安全飞行3150小时。李中华驾驶和试飞26种机型，创造了国内试飞史上10多个极限科目第一，遭遇过的空中险情达数十次，为歼10飞出了6项国内纪录，真正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试飞员。退休后，李中华仍然致力于航空事业的发展。作为高级顾问，李中华深度参与了双尾蝎无人机系列的试飞工作。我们身后这架飞机啊，就是双尾蝎飞机，它首先达到了一个航程7000公里。7000公里。眼前这款双发无人机就是双尾蝎家族的第一个成员，超长的留空时间和超远的航程是它最突出的优点。那么7000公里的航程对于一架无人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今天专门带了一份这个中国的地图啊，就是您大概给我讲一下7000公里能够覆盖到多大的一个范围了？假如说我们7000公里要让它飞一个全过程，我们可以就直接从这个成都这里，飞到我们这个云南这里来。哦，飞到云南，沿着边境可以这样自主飞过去，飞过西藏，飞过新疆，可以到内蒙进行着陆。哇，这是这么一个概念。假如说我们可以，这是一种沿着边境飞。那么如果说我们直线飞行，我们从成都可以飞到我们最北端的漠比如说河，漠河，飞过去再回来落地。我们飞到这个新疆的阿尔泰山这边去，再回来落地，飞到三亚去再回来都不成问题。那您作为飞行员来讲，最远有没有飞过7000公里？我没有飞过这么远，那个仅仅有飞到过接近5000公里，在运输机上。7000公里的航程意味着双尾蝎从我国境内任何一个机场起飞，不必中途降落加油，就可以到达全国任何一个角落。这对无人机执行任务时的灵活性、持续力，特别是为执行多样化任务提供了可能。如此惊人的续航能力，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我每次看咱们这个飞机飞行的时候，我都感觉二战之后啊，很少有这种双尾撑结构的飞机啊。但是就像是欧威士野马呀，像这个更早的 P61这些，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感觉特别好。而且咱们这个名字，我觉得真是起的特别的有指向性哈，叫双尾蝎，大家一看就能想到这个双尾撑结构。本身这个名字呢，源自《水浒传》。那么这个本身呢，这个双尾蝎呢，这里这个人物就是蟹堡嘛，所以说呢，用它来比喻这样的一个双尾撑，寓意这个双尾撑呢就比较形象。另外从设计上考虑呢，这个双尾撑的一个设计呢，有很多独到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能够看到整个这两个尾撑全部都是碳纤维的一个复合材料做的，非金属的。所以说它就是整体上从这个方面考虑，就大大的减轻了这个飞机整体它的 RCS 的这样的降低了这个值，使得隐身性能有一定的提升。所以像这个发动机，那么选用的呢是一个活塞式的发动机。这个活塞式发动机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经济性特别好，烧油的吗？现在是烧油的，现在主要是解决它的一个可靠性，和它的经济性。也就是说，它的可靠性非常高，活塞发动机嘛，广泛使用，有了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它的运行经历，那么非常的安全。原来，双尾蝎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尽最大可能提高飞机的飞行距离。根据李中华介绍，采用2个活塞式发动机，不仅燃油经济性上更好，在成本上也低于其他类型的单个发动机。并且在安全方面也更加有保障。就是有一个发动机失灵，哎，那就有冗余，会非常的高。另外呢，就是在我们执行一些任务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任务场景，气象条件，特别是面临着一些地面的威胁，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多一台发动机就多一份保障。另外的话呢，这个多台发动机可以使得它的飞行性能可以有一定的拓展。大航程、大载荷、高安全性的双发双尾蝎，首次给大众留下深刻印象，便是在一场争分夺秒的应急抢险任务中。2020年12月31日，四川西昌某地发生森林大火，腾顿科创接到任务后，迅速部署派这款双发无人机勘测火场。在火情巡查中，这款无人机沿着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驼峰航线川西段，向云南方向连续穿云飞行。当时空中的风速能到多少？最大到了57米。哎呦，每秒57米，那就是相当于每个时速差不多200公里左右。是的。哎呦我天，这个速度就比很多的，我觉得比这个很多的通航飞机还要快。虽然途经川西和云贵高原地区复杂内陆高山气流带，持续风力近16级，并伴随降雨天气，为火场侦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这款双发双尾蝎还是按预设航线连续飞行近5个小时，圆满完成任务。通过这次紧急任务，也充分验证了应急条件下双尾蝎无人机的快速反应和在复杂气象条件下遂行任务的实战能力。多发动机是双尾蝎无人机家族的一大特点。
这款3发动机的双尾蝎无人机，就是在珠海航展上进行挂弹飞行表演，引起广大军迷关注的军用双尾蝎。它的正式名称是双尾蝎 A， 属于双发双尾蝎无人机的动力增强型产品。不过，真正让军迷白梦辰感到兴奋的，还是它的军事属性。拍摄当天，厂方正在对这款3发无人机进行载弹调试，经过允许，白梦辰也加入到地面机务维修组，过了一把瘾。这个弹呢，这么一个航空制导炸弹，挂中间这个。动力得到加强的双尾蝎 A 无人机，左右两侧各分布有3个挂架，每个挂架又可以根据需求安装复合挂点，增加挂弹量，可以挂载不同型号的导弹、航空炸弹、子母弹、灭火弹等等。实际上就是这2个挂点上对，这是50公斤级的炸弹，所以我也能搬得比较可以。来，往前走。哎，好，这是一种通用挂架，所以说这个挂点都是很标准的。弹来了之后呢，往上一托举，哎，立刻就是现在实际上就等于就是不同的导引头。对，导引头不一样，另外重量不一样。从这个您作为试飞员，那么有人驾驶的各种各样战机，应该也都有这个相关的体验。从作战角度来讲呢，有人机在投弹的时候，它的风险性，尤其是对驾驶员的风险，肯定是要远高于无人机。对，这个因为无人机这里头呢，就是很多，特别是对开始创造这样的一些攻击条件、投弹条件，那么都靠它系统本身来自主完成了。那么飞行员要做什么呢？飞行员就是更多的，我把重点关注在我的目标和我的这个武器上，那就是你做你核心的事情，那么把一些非核心的事情就交给系统来做。除了常规空对地武器以外，白梦辰发现这架双尾蝎 A 还挂载着一样独特的弹药。我看下面挂的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在航展上展示那个，你当时好像叫子机？这个悬挂状态，这个机翼是折叠收在整个的这个子机下边的。那么展开之后，投放之后啊，把机翼展开，然后呢，发动机呢点火。这个发动机呢是一个电动的螺旋桨发动机。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推动过程啊，就是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它等于悬挂，它是下单翼还是上单翼？现在是下单翼。它下单翼。那么说它这个呢，就等于是一个投放、展开和发动机启动的过程。启动以后呢，它就可以自己飞行了。那么这个飞行以后呢，它就根据自己你的任务的一个需求不一样，那么可以呢给它赋予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使命。这个使命包括，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侦察的这样的一个使命，那么它这个飞机呢本身带一个自己的一个降落伞。强大灵活的挂载能力，可挂载子机的新型战斗模式，这足以让老白这个资深军迷热血沸腾。不过，惊喜远不止于此。全球首款4发无人机，2022年10月首飞成功。双尾蝎家族的最新型号双尾蝎 D。李老师，这个就是咱们当时航展上那架4发的腾顿。对，这个呢也是全球首款4发的无人机。好像确实是，我觉得在整个的国际市场上也很少有见到双发、3发甚至4发的这么一款这个无人机的产品。对，这个无人机呢，它作为一个就是初始设计是考虑它运输功能。那么它这个运输功能就要考虑什么呢？我的经济性，我的装载能力，我的航程，我的时间等等这些。那么这里要考虑一个客户的需求，就是经济性和安全性。那么这个过程中呢，选了4发之后，就使得它的动力更强劲，拉载的这样的一个货物呢，可以更加的充沛。还有呢，就是说应对这样的一些异常情况的能力也会比较突出。对，是。那咱4发的话，大概能带多少的载荷？这个呢，就是本身它的载荷能力达到1.5吨。双尾蝎 D， 双尾蝎无人机家族中的支援保障型机型。双尾蝎 D 拥有更大的装载空间、更重的装载能力、更强的用电支持和更高的系统可靠性、飞行安全性。我对这个飞机的定位，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无人的运载飞机。既可以进行货运，也可以进行装载。
装载的这些载荷就完全根据客户你的需求，按照你的这样的一个意向来进行选择。就有点像我们说，对于像这个运9啊，或者是甚至运20，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未来的改装升级的一个平台。按照李中华的介绍，这款双尾蝎 D 未来也有很大的改装空间，除了战场物资运输，还可以发展成各种功能型军用飞机。哦，那确实是这个未来真的改装升级的空间很大。然后我对这个飞机有一个航展上就没有实现的这么一个目标啊，就是我当时看咱们这个货舱打开，就我很想上去坐一坐。你看能不能这次满足我这个想法？来吧，到这里看一下。好。我们把它打开。哦，这个锁定也很方便。在得到允许后，白梦辰进入了机舱。这是白梦辰第一次做运输型无人机。看着我，我觉得能放得下我啊！我试试，哎呀，哎，我看看，哎呦，这还真是空间够大的。以我这个体量在里面，这个还是很方便。而且我觉得，就是除了可以搭载，比如说什么电子设备，比如说战场上需要改装一个什么，救护飞机之类的，放担架，这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确实空间是。在白梦辰看来，大空间大载荷的无人运输机，无论是在军用领域还是商用领域，都有着很大的想象空间。3款不同型号的双尾蝎无人机，给白梦辰带来了全新的体验。这是不是就是您说那个涉及到自检这个相关的控制终端？这个就是飞机的一个辅助检测设备。哦，这个真的，一看就是一个小皮箱，拿着就走了，就直接一操作，打开，那么通过这么接口把这线缆连上，连上之后，所有的飞机的电器这部分，那么这样包括这个是卫星啊这些相关检测全部都能完成。检测画面都在这里出现了。那么这个一条条过完了之后，这个飞机的电气系统就全部 OK 了。哦，那这野战环境下那太方便了。是的，就是而且完成了之后，线缆一拔，拎着就走。得到厂家的许可，机务老白开始上岗培训，准备参加无人机试飞。好，你看，往这边，你站成这样子。行，往后退是吧？行。过来，对。行，然后我们这个是要挂在后面车挂钩上是吧？行。再往这边。白梦辰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要将这个一展20米长的3发无人机挂在牵引车上，再由牵引车送到跑道上去。好了，这个试飞前的准备呢就基本上做完了。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滑行到跑道上，然后开始进行从滑行到试飞的这样整个一趟流程。那么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啊，这个确实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这是一个那个反光背心，一般我们上跑道之前都要先穿上。怎么弄？安全导向，那我先给您穿上。哇，这都感觉像，这是感觉是要跳伞的路子，这是。好嘞。好。这就是保证安全哈。对，为了保障咱安全。好，可能我们的观众还是就滑行这个经历，很多人做民航是有的啊。但是说无人驾驶的他来滑行，这可能大家都没有，我也当然没有。所以我其实挺想看看这个他怎么让自己滑行到跑道上，然后最后能起飞这个过程。因为现在咱这个是离跑道很近嘛，所以说是用车来牵。车来牵也会。对，如果说距离跑道很长，或者我们联络道很长的话，就是可以选择自主驶入到跑道上这种模式。哎，咱们这个一会儿就直接起飞吗？还是就直接试飞？还是要先再经过这个跑道上面的一些相关的检测？我们一般是起飞之前先做一次这个滑行测试，验证一下飞机的各个系统，看是否工作正常，飞机的整个滑行的动态、加速动态是否正常。如果最后然后再就一切都顺利。对，然后再去进行最后的飞行。对，就这个过程也还是由飞机来自主完成。对，这个过程也是通过我们地面站只发一个起飞指令。就其实就等于跟起飞基本上是一样。对，基本上是和起飞是那个一样的。
就不需要那个人来操作。哎，我看咱们这个试验团队就确实整体来讲都很年轻啊。对，我们试验团包括我们的这个研发人员到我们的这个机务小伙子们，大家都很年轻，基本上都是90后，甚至还有00后。那这个确实是看咱们公司应该也是2016年、2017年。对，我们公司是2016年然后成立。就是公司也很年轻，团队也很年轻，然后做的这个行业也是这个朝气蓬勃的行业啊。对，包括我说整个这个飞机看起来也是，就是这个很高大上。所以我觉得能够从事这个工作还是很有这个动力的哈。对。地面检查已就绪，双尾蝎随时待命。就在起飞前，军迷白梦辰被李中华邀请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李老师，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指控站？对，这个就是我们无人机地面控制的这个中心，也叫我们的地面的控制站。眼前这个不算宽敞的小方舱，就是双尾蝎无人机的地面控制站。在不少国外电影里也有类似的地面控制站。优点是方便运输。据李中华介绍，这样一个地面控制站可以同时控制2架无人机执行不同的任务。接下来，白梦辰就要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体验一次任务规划员的工作。李中华将亲自为他设置一个任务情况，等待着他的会是什么样的艰巨任务呢2摇为准备好，轮挡已移除，人员已撤离，请示起飞。2摇可以起飞。这已经开始滑行了。对。随着指挥员李中华的飞行指令下达，这架3发双尾蝎离地腾空而起。军迷白梦辰的挑战也开始了。好，现在呢，我就准备上车了。我们要驾车进入到公路的车流中，看看白老师在空中用无人机能不能真正的捕捉到我们。侦察、追踪、监视动态目标，无人机的高频使用场景之一。那么，第一次尝试无人机侦察任务的白梦辰，能成功吗？小赵，我们先在这里等一下呀，车流最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融进去。就只是跟我说有个白车，哎，等会儿，上面这辆，哎，是不是停在这儿？中华老师，你现在是在一辆白色的皮卡上面吗？旁边这是不是个加油站？是的，我现在就是在一辆白色的皮卡车上，边上我看一看啊，是一个加油站。哎，您那车是不是动了？对，刚动。好的，我们现在就在您的车的上方，我们找到您了，追住。锁定目标了。白老师找到我们了。好的，看看跟一段能不能跟上我们，能不能丢掉目标啊？白老师，我们这会儿是想甩掉你，我们加速了啊。怎么样？目标跟踪稳定吗？很稳定。现在我们在您的车的大概右侧后方看得很清楚，您的车速可以稍微加快一点。看来我没有办法摆脱了。如果把一架无人机比作凶猛的鹰隼，那光电吊舱就是这只鹰隼的眼睛。光电吊舱是无人机上最重要的侦察设备。一旦光电吊舱锁定目标，就会启动自动跟踪模式，不论移动到哪里都很难逃过这双眼睛。并且双尾蝎的飞行高度较高，地面人员肉眼也很难发现，再加上自身隐身材质的涂装十分具有隐蔽性，不难想象，这样一架充满科技含量的无人机，在未来战场上绝对是一架出色的侦察机。飞机现在已经飞越您了，现在我们用红外模式看您的车，看得也很清楚。确实是挑战，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容易一些。OK， 我觉得这是成功的。你好厉害呀！是飞机厉害。这一次，白梦辰走进双尾蝎无人机的大本营，走进总装车间，
探访各型双尾蝎，挑战无人机任务规划，探访之旅圆满成功。我们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国家政策的支持，未来会有更多优秀的民营企业加入到无人机生产研发的行列里，推动整个产业发展。未来，中国无人机必将更加智能，更加强大。来历不凡的经典红旗，这个是我们仓库镇库之宝，真的是高档轿车，而且是纯手工打造的高档轿车。你想想，无价之宝。引导方阵的独特猛士，车动人不动也需要硬功夫。精心改装的特殊战车，在阅兵式上为老英雄们量身定做的车辆什么样呢？难得一见的各型军车，为何齐聚这个特种车库？珍贵车辆的背后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特种车库大揭秘。